我叫阿聪，也可以叫我 Tommy。我是在线影像制作的视觉特效总监。公司成立于2017年，跟另外2位伙伴 Peter 还有 Willie 一起成立的。目前主要承接台湾的电影视觉特效的制作，团队成员大概30个人左右。以前体验过那种加班熬夜的后期生活，希望创造出一个工作环境，是让大家能工作跟生活兼具的后期公司。一开始在大学念的是资讯管理系，在那个时候接触到电脑绘图这样的课程，然后发现这个是一个新的世界、新的领域。那因为接触电脑绘图，加上那时候很喜欢看那种皮克斯、宫崎骏这样的动画电影，所以我就想说我去考个动画研究所。那时候接触到一些拍片的朋友，才知道视觉特效这东西，因为等于是在他们的实拍影片里面加上一些动画，然后那时候才发现这个东西，所以常常是自己花时间在做自我学习啦。当兵退伍完，透过朋友的介绍，就找了中影工作，然后在里面就是接触到更多电影，然后也开启特效的人生这样。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，就是客户要求我们的作品，其实都要当成自己的毕业制作或自己的作品来制作，因为你才会知道说这个每一个画面、每一个影像有什么东西是你觉得不足的，你想要修正的。所以常常我都会觉得，很多创作者可能他最好、最认真的作品，就是他毕业制作的那个作品。刚入行的时候也是加班熬夜赶案子嘛，然后有时候有一些创作出不来的时候，你会找不到原因。以前就会常听人家说生活正常一点，或者是大家过作息比较正常。那自己亲身去尝试以后，觉得有时候确实会让你更有创作力。对，这是多看周遭的事物。因为之前看了宫崎骏出发点他的自传嘛，然后他里面有讲到说，其实他不太拍照，他其实去到一个地方，他是用眼睛去看，把它记在脑海里。那当你画得出来的时候，那个东西才是你记得的。第一个我会看的就是外观造型有没有吸引我嘛。对，那第二个当然就比较现实面、实际面考量，就是它的硬体符不符合我的工作需求。那我这边当然看的就是显卡跟记忆体，因为我们在做这个CG的部分，这2个地方也蛮吃重的。大部分的人可能会认为，可能是电竞玩家或者是对于电脑改装这种专业玩家，他们会对硬体上有极大的需求。但其实我们这类的影像设计工作者，我们对电脑的硬体设备也是蛮龟毛的，我们也是有我们的需求，然后很感动他们就很注意到我们，让我们多了一个品牌的选择。在他们的创作者主机里面，我觉得有几个很大的优点。第一个就是它体积很小嘛，那很倾向你不管放地上或放桌上，它都有很大的空间优势。这类的工作者可能都还蛮喜欢买一些玩具公仔、扭蛋，就可以摆设在自己的桌面上。第二个就是它虽然体积小，但是它的硬体给的规格都很好，然后主要是它的扩充性也很方便，就是我们两侧的主机壳拆掉，它都是很轻易去做扩充的。然后我有特别注意到它的散热跟声音，就是没有什么嘈杂声啊，因为有的我们买的比较工作站型的这种电脑，其实一开机啊，它那个风扇就转得很大声。那我使用起来就觉得它这个部分还蛮优秀的。像在创作者萤幕这一块，我们第一眼看到就觉得它的尺寸相当迷人，因为我们做这种影像设计的，常常就是使用双萤幕在做工作嘛。影像创作者大部分都会使用一些剪接软体来做一些影像的编辑嘛。影像编辑最重要的就是它 timeline 时间轴这个工作视窗，因为大部分的操作都在这视窗。然后这个视窗透过这个萤幕，其实就把它解放开，我们可以完全看到这个 timeline 的长度，然后某种程度它加速了我们的工作效率，那它一个萤幕让我们满足这些需求。这2个系列嘞，其实我觉得最让人开心的就是它在 USB 插槽这个部分真的给的很足
够，它的创作者萤幕加创作者主机算下来，它的 USB 插槽总共超过10个。我们很常会有外接的硬碟、外接的一些 SSD 档案要进来，那客户或同事拿过来，我就要马上观看。有时候大家这些外接硬碟插了，不会习惯性先拔掉嘛，所以常常遇到有案子赶要进来，才发现说，我孔好像不够。但其实这阵子我们体验下来、使用下来，觉得它的孔真的是出乎我意料。还有一个是让我很惊喜的，就是因为我常常要到现场去出班，然后我会拍摄一些特效需要的一些素材回来嘛。那大部分我们使用的相机都是 SD 卡，对，那我回来我一定要把这些资料拿出来看一下，是不是可以使用。以前我都是透过读卡机在做这件事情，对，因为桌机比较难常备有 SD 插槽这个东西嘛，没想到他们的萤幕就备有这个东西，而且像读卡机这种东西，常常就是不知道会丢去哪，所以每次要拿读卡机的时候，就会跟同事到处询问。那现在就不用做这件事情，我直接插在他的萤幕就 OK 了。这些其实就是无形间增加了很多我们工作的效率。刚被通知参与这部片子的制作的时候，其实是很开心。可是，在开心完的隔天，其实我压力很大。我开始看完剧本，然后开始进剧组讨论之后，发现有很多要做的特效的效果，可能是目前国片比较少挑战到，是有一点既期待又怕受伤害，因为怕做不到可能监制跟导演要求的那样的东西。导演啊，他每天几乎都来我们公司上班，跟着我们一起上班，一起看每一颗特效，甚至他自己会下来制作。那中间其实有好几次不想要导演来，就每次看到他来，其实没有很开心。对，可是也是由于有他的这种挑剔，然后我们一起盯出这样的制作品质。大家也因为这支案子，公司很多同事也都一起成长，包含我自己，那也很开心，就是监制还有导演整个电影团队相信我们这样。公司目前也有一些案子在执行，也有很有趣的。那因为都有保密的关系，所以可能不方便透露。不过有一支是可以说的，就是4月30号在 Netflix 会上映的《谁是被害者》，也是公司新的特效作品。